要赌上国运，韩国将在京畿道建立世界最大的半导体集群。根据报道，韩国政府15号发布全球最大最好半导体超级集群构建方案，预备在该国京畿道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产业集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韩国简介。韩国北部隔38县与朝鲜相邻，其余3面环海，西部是黄海，东南是朝鲜海峡，东部是日本海。韩国面积约 10.329 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 5143.9 万。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8年，朝鲜和韩国以38县为界，分别建国。从地理环境来看，韩国的条件并不优秀，大约2/3都是山地，低山、丘陵和平原交错分布，只有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分布有部分平原。韩国的资源禀赋也非常一般，该国发现了280多种矿产，但是只有50多种具备经济价值，且储量不大，因此韩国的主要工业原料都依赖进口。上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起步。1962年至1999年，韩国人均 GDP 从87美元增长至10548美元。该国是外向型经济，因此受国际市场影响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就进入了中高速发展阶段。钢铁产业是韩国6大战略产业之一，韩国的经济发展史中，钢铁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上世纪70年代，在政府的扶持下，韩国的钢铁工业年复增长率达到了 21.9%， 使韩国快速迈入世界钢铁大国的行列。钢铁行业也带动了汽车、造船等产业的发展，使韩国在80年代后期成为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之一。2014年，韩国汽车产量为452万辆，占全球总量的 5%。韩国的造船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韩国都是世界第1大造船国，全球船厂前10强中，韩国独占7席，包揽了前6位。该国的三星重工业占据全球海洋勘探船市场份额的 60%， 全球 10% 的大型游船由韩国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生产。而2007年之后，韩国独自建造了该国第1艘宙斯盾驱逐舰，使韩国成为了世界上第5个拥有宙斯盾驱逐舰的国家。除此以外，韩国的电子产业也是该国支柱产业之一，集中分布在以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违规电子工业团地和釜山地区。韩国为了进一步发展电子产业，决定在首都圈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集群。韩国将建设世界最大半导体集群。根据韩国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透露，该国正预计投资622万亿韩元，在京畿道南部地区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半导体超级集群，预计到2047年建造约16个半导体生产设施基地。该计划的主导是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私营企业。据报道，该计划在未来的5年内将直接或间接为韩国创造95万个就业岗位，在未来20年内至少可以产生300万个优质工业岗位。到2030年，该集群能成为集存储芯片制造、代工服务和研究为一体的大型芯片集群，预计占地面积约2100平方米，每月产能可达770万片200毫米等效晶圆。同时，韩国原材料、零部件、装备等电子供应链的自给率将从目前的 30% 提高到 50%， 销售额达1亿韩元的企业从4家增加至10家。首都圈是韩国电子产业的传统分布区，首都圈以首尔为中心，包括首尔市、仁川市、京畿道、中清南道的牙山市和天安市，以及江原道的春川市。首都圈是韩国经济和文化中心，总人口大约2400万。该地区只占韩国总面积的 12%， 但却贡献了全国超过 70% 的经济量。韩国宣布的半导体集群计划主要集中在首都圈的京畿道南部，包括庆兴、平泽、安城、龙仁、利川、水源和板桥等地区。韩国政府认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战争正以国家间产业集群的形式展开，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美国和德国，因此韩国也必须发展产业集群。全球芯片战升级。世界各国都在布局半导体行业，出台了包括补贴、减税等在内的措施，以扶持本国产业链。美国在2022年8月出台了芯片与科学法，预计投入520亿美元，以扶持本国芯片制造业的发展。此外，美国还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限制有关企业在华扩大生产和投资。
欧盟在22年11月也敲定了芯片法案，预计投资450亿欧元，其目的是减少对美国和亚洲制造商的依赖。同时，印度、日本等国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划。可以说，随着各国意识到芯片行业的重要性，芯片也逐渐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和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但是，韩国国内媒体却颇为忧虑。一方面，韩国媒体承认半导体行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韩国建设半导体集群的计划与世界背道而驰。这是因为各国虽然都重视本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但是也在尽可能地分散其工厂布局。以美国英特尔公司为例，除了以色列和爱尔兰的独立工厂外，该公司还计划在德国建设新的工厂。至于包装工厂，则设在了中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劳动力丰富的亚洲国家。而韩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半导体相关产业集中在首都圈附近的国家。韩媒称，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形势，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军事冲突或者瓦斯爆炸等大规模事故，整个半导体生态都可能崩溃。而且，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未来半导体的销路也是问题。韩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存储半导体生产国，也是世界第5大半导体出口国，而中国的半导体进口总量占全球的54%。但是韩国在2020年之后，紧随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进行制裁，导致该国的半导体暴跌56%以上。因此，韩国专家认为，如果韩国政府继续对中国怀有敌意且不断挑衅的话，中国可能不再进口韩国半导体。因此，韩国的局面并不是十分乐观。